快点，快下来！真面目！快快，走，快点，全走！快，往里走，你跟上，快点，往里走啊！快快，磨叽！ 有人跟着我们，别回头，走。好。公子，人呢？往那个方向去了。 结果，干什么呀？你个大男人戴什么斗笠？这是我刚捡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他们肯定混在人群里。公子，要不要把这里封锁？这里是南越人的地盘，怎么封锁？没事，我自有办法。 对不住了啊，这迷药对身体无害，只需要2个时辰，你们就能醒过来。忍忍，来。诸葛孔云发现你了，他应该是不确定我的存在，害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一直在暗中跟踪监视。还好我提前丢掉了斗笠。等此案了结，我再找他算账。先查案吧。多谢。 中间那个应该就是菜吧？仲雪曼，景山侯，那个断腿侯爷。断腿侯爷，当年南越被灭国后，曾经有位皇室宗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到大齐，他在途中遭人追杀，为了保护家人安全，竟然亲自吸引追兵，被推落山崖。那他还没死啊？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双腿重伤，落下残疾。陛下仁慈，听闻此事之后，不仅收留了他们，赐他府邸，赐他封号，还听从他的建议，给了一片地，让他收留南越难民，也就是当初的南人乡。那这侯爷也算是有情有义之人，怎么也信奉这些啊？
之错。我们要不要去救他们？现在动手会打草惊蛇，再等等，说不定能从他们身上找到关于冯尸案的线索。一会儿见机行事。圣女竟然消失了。你们什么人？知道我是谁吗？赶紧把我放开！我当然知道你是谁，我们刚刚才见过。花满天的萨达，既然知道，还敢对我动粗，小心我让盛青天收走你们！收走我们？收一个试试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神捕营办案，你把祭坛上的圣女藏到哪里去了？如实招来。圣女是被上青天相中，带去作伴了。哪有大活人凭空消失的？分明是你们做的把戏。说，你要是不说，我现在就送你上青天。这是明光石粉吧？你用烟花吸引人们的目光，然后趁机将藏在袖子里的明光石粉撒到了台上的火盆。明光石粉遇到火焰，便会绽放出极其耀眼的强光，人们在强光下会闭上眼睛，你便趁机让那些圣女消失。说的轻巧，即便能让众人闭眼，我又如何能在瞬间让5个大活人消失？很简单，那个祭坛底下是空的。只要圣光出现，众人闭眼，你便用机关打开踏板，让圣女掉下祭坛。如此一来，也就造成了圣女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随着圣光消失的假象。你就是用这种烂大街的简单把戏，借机敛财。无稽之谈！你们究竟是何人？休想陷害我！陷害你？那这后面是什么？我们是神捕营的，是来救你们的。说，这些女子是从哪儿来的？都是我们南越人，有的是被家里卖的，有的是被花满天抢的。你把他们送来这里，就是要让胡13把他们卖掉。每次祭祀完成，我就把他们带到这里，跟胡13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胡13现在人在哪儿？
我也不知道，每次送到此处，他就在这儿等我。这次也是奇了怪了，他没来这里，反倒是你们。那些被你们卖掉的女子，身份姓名可有记录？有记录，胡13有记录，在。小心！监主，小心！你脚上未雨，他们的身手你追不上的。那就让他这么白白跑了。刚才萨达承认了胡13有记录，应该就藏在这屋子里。钟不坏，你先带女孩们回申不营，跟申不营禀明案情。我和风仵作在这里找找线索，等会儿地洞见。我看要不然还是我先带他们回去。万一中途被抢就麻烦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帮我看好他。哦。你说这天子脚下居然有这样的事发生？他们都是忍者。话半天事关重大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跟方守作汇报一下。师兄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哎呀，小师妹，咱俩之间还有什么求不求的呀？你开口，我照办。他们都是南越的难民，被抓走后不知受了多少折磨。录完口供之后，还请师兄安排一下，若是还有家人在的，请亲自送他们回去；若是无处可去的，还请师兄给他们找一条活路。小师妹放心。他们这是……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是南越人的礼仪，为了感谢你，为你祈福呢。这都翻遍了呀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这萨达不会在骗我们吧？多谢啊。是什么？刚才要不是你替我挡那一下，我怕是死在那人剑下了。当然是谢你救了我啊。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你若死了，会影响查案的。不是你这人，罢了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你想如何还我？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早晚会还你。我可不想欠你人情。多谢了，小白龙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在外面不要喊我这个名字。奇怪了，哎，我发现啊，你这个人越来越像个好人了。哎，你该不会真的是被人陷害的吧？你猜呢？啊？你虽是仵作，但也是神不营在即捕快。你应该跟钟捕快多学学，对眼前一切事物保持怀疑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万一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利用你呢？利用我？我活得没你们那么累，我只知道我的命是你救的，就算你利用我，值了。再说了，我觉得钟捕快也没有那么不相信你。怎么说？你看啊，就像你说的，他对一切的事物都有所怀疑，生怕你离开他的视线，用链子锁着你，就怕你跑了。但那天当他知道了你服错了药晕倒的时候，他那副着急的样子，那就不像是一个对杀父仇人会有的。可能他只是怕我死了，这案子就查不清了。
但这就像尸体不会撒谎一样，活人的内心是骗不了自己的。他如果真的内心不相信你，他就应该竭尽全力去找证据把你关进天牢里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顶着一个私藏重犯的罪名，找什么胡十三啊、萨达什么的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拼了命的想要证明什么。他想要证明什么，你比我更清楚吧？关于萨达的事，我还有疑问，需要你帮我研制出一种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钟捕快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来要人。要什么人？事到如今，还要隐瞒吗？这里不是暗针营，不是你可以随意放肆的地方。你可知私藏药贩是何罪名？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竟会把它藏在你的身边。你在瞎说什么？还不出来？难道要看我死在这里吗？好久不见，3年了，还是我赢了。你是谁啊？我还想问你，你是谁呢？抢我帽子，你家没有是吗？这位是神捕营新晋捕快童双，这位是暗针营首座之子，大齐第一神捕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你对他的帽子这么感兴趣啊！跟我耍花招是吧？那人地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这里发生了命案？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诸葛公子好眼力，这是牲畜的血。最近呢，我研制出了一款新型的丹药，能够滋阴补肾，只不过需要用许多牲畜血才能炼成，奇臭无比。只有钟捕快这儿允许我炼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套说辞？嘿，这分明就是人血！你干什么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诸葛公子果然好眼力啊，确实是人血，只不过呢，是童捕快的人血。前几日童捕快身体不适，我便给他服下了这个丹药，排出了些废血。看来公子这身体不行啊，凤座，你得多给他几颗啊。这次只是给你个教训，下次若是再私闯我钟宅，可就不只是吐血这么简单。慢点，小心。这人长得娘儿唧唧，大晚上穿个红衣服跟个鬼一样，真是茅坑里立牌坊，摆那臭架势。萧北明呢？若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程伤，一程缘，莫回首，莫窥见。踏破
天光何惧覆晚节，无悔亦无怨，爱恨只一念。若定远，以此身窥见，为执着的决，为孤勇的决，为所求的缘，纵然生死逆劫，为宿命的缘，为情景的念，同饮着离别，自长鸣心中的日月。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地方的？发生那件事之后，此处成了不祥之地，没了生意。老板后来染病故去，此阁楼遭人贱卖，我便让童双买了下来。我封了这门，做了密道，方便出入。在整个京城，恐怕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。你先看这个，这是在胡十三家里找到的花名册。上面详细记载了那些剩女何时被卖，被卖到了哪家青楼或者富商家里。畜生！这些带血的黑心钱，是拿多少女子的血泪换来的？你看那最后一页，只有这个小符没有标明居住。一共5个人，4名女子都被胡十三所卖，接着又被赎回来，然后4名女子都被封杀，唯独小符没有被卖。这个小符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破解封禅的关键线索。那小符一听就是化名啊，连个画像都没有，茫茫人海，上哪儿找？有一个地方。哎，二位官爷，这是要带我去放？哎呀，姑太太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被关到这儿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姑太太，小的知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次。认不认识一个叫小福的女子？不认识，没听说过。2个月前被带到你们老大胡十三那儿的，总共是5个南越女子，但只有4个被卖掉，剩下那个叫小福。现在有印象了吗？老大说了，必须把人追回来，要不然咱们几个在场面谁都保不住。我想起来了，其中是有一个当时跑掉了，是我带人去追的。抓回来之后人去哪儿了？自然是交给我们老大了，至于我们老大怎么处置的，小的就不知道了。你确定那些女子之中没有小福？没有，把他们送到妓院，都是我们哥几个跑腿去做的，确实没有小福。哪次祭祀，剩女皆为5。如果之前的冯氏案死的几名女子，是2个月前被献祭的剩女，那么剩下那个会不会是裁缝的下一个目标？裁缝利用4杀阵和红衣诅咒死者，如果他要杀5个人，那4杀阵就说不通了。不管是不是，要弄清楚那名女子的身份，说不定有胡十三的线索。把你们追到小福的地址告诉我。人贩子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了。屋里面这么干净，应该是有人住的。哎，这有后院。
我是不是要毒发了？他这是？还好有冯武做的真术在，感觉好多了。我看那宁血寒也不敢把我怎么着。小福找到了，小福已经死了。这应该是座新坟。奇怪，谁会把坟建在自己家的后院呢？胡十三也被封杀了。没错，尸体被送到神捕营，经人贩子确认就是胡十三。那被封杀的不是4个人，是5个人啊！小福呢？你们怎么知道他死了？那座坟，坟前种着芙蓉花，南岳不生芙蓉，可他却取名叫做小福。芙蓉花一定对他有着别样的深意，所以我推测芙蓉花就是小福的墓碑。你们把坟打开了？坟里是具女尸，死了至少2个月了，尸体还未完全腐烂。经人贩子确认，女尸就是小福，尸体上面有被殴打的痕迹，死因头骨破裂，死于钝器击打。经仵作验尸发现，死者生前怀有身孕，这是他没有做完的衣服。人贩子还说了什么？2个月前，在祭祀之后，5名圣女被送到胡十三家。小福曾经逃跑过，小福是怎么跑掉的？你们又是怎么把他追回来的？他就是偷着跑的。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追，还是另外4个人告诉我们一个去处。可剩下4名圣女出卖了他的行踪。人贩子赶到小福家门口，把他抓了回去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无人知晓。好像后来胡十三盛怒之下打死了小福。那完了，线索又断了。害死小福的除了4个歌姬和胡十三，还有其他人。萨达。萨达？那我们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就应该追上去的。我知道他在哪里。你还记得劫走萨达的2个黑衣人用的什么武器吗？一个用锏，一个用剑，招式狠辣，功法深厚，绝不像是无名之辈。景山侯府的2个护卫。景山侯也是南越人，信奉花满天也在情理之中，但他派自己的2个贴身护卫去救走萨达，说明他们2人的关系绝非寻常。其中一个黑衣人被我伤了，伤在肩膀，只要去侯府当场验伤，就能证明黑衣人的身份，顺藤摸瓜找到萨达。一个流亡的侯爷，哪来的钱盖这么气派的府邸啊？这景山侯定与花满天脱不了干系。府里的情况打听了吗？打听到了，景山侯有一个独子叫阿佳，20出头但很神秘，据说从不出府门，所以很少有人见到他。独子，20出头，贴身护卫相救，这个阿佳倒是很像萨达。是不是一探便知？把动静闹大点。小师妹能查到的也就这些了。来，快，饿死我了！钟学曼不是在查封尸案吗？啊，怎么又是花满天，又是南越人的？什么意思啊？首座，刚才巡街的兄弟来报，说看到师妹往景山侯府的方向去了。赶紧准备吧，要出大事！走，走。神捕营办案，我要见你们侯爷。我们王爷不在家，你们请回吧。人命关天，还请通报一声。王爷不在家，找谁通报？走。
何人敢擅闯景山侯府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！二位真是健忘，昨夜我们才刚交过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擅闯侯府是死罪，你要么束手就擒，要么把命留下来。有本事你们就来拿！住手！朱雪曼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当然知道。知道你还敢乱来？我只是在办案。你在查花满天的案子。即使花满天和南越人有关系，你得知道，这里可是侯爷府。花满天借祭祀之名，行贩卖南越难民之实。冯氏案的4名死者，皆是花满天选中的圣女，而所有南越人里能有这样能耐的，只有景山侯。所以我怀疑花满天的头目萨达就藏在这景山侯府之内。你说花满天的头目藏在景山侯府，你可有证据？昨夜我抓到了萨达，可却被2个黑衣人所救，正是眼前这2位。可有此事啊？我2人乃景山侯的贴身护卫，从不离开侯爷半步，怎么可能去救什么萨达？纯属胡言。2位前夜跟我交手时，其中1位被我避案池所伤，伤在肩部。我们可以当场验伤，若是没有伤痕，我认罪伏法；若是有伤痕，就证明我所言非虚。请2位立即告知萨达深藏何处。此举甚为合理啊！若是没有，为何不敢脱衣自证呢？难道需要我们神捕营动手吗？且慢！侯爷，见过景山侯。老夫对你们刚才说的话很感兴趣，什么花满天，什么冯氏案。虽然老夫听不明白，但既然神捕营怀疑我们府上的人跟贼人有关，老夫就不能置身于事外了。请侯爷莫怪，都是属下们的妄测。无妨，我们景山侯府也是要名声和脸面的。既然这位女捕快想要看个证据，那你们俩就褪去衣物，让她看看。是。你们这是为了掩盖证据，刻意作为。我们兄弟每日切磋武艺，以求精进，比试中误伤难免，身上有些伤痕，再正常不过。方首座，你怎么看？侯爷，他们身上的伤痕确实不算证据。等等，这位捕快还有什么想法？我要搜查景山侯府。我不想因为一点误会就给侯爷添麻烦，毕竟人言可畏。侯爷又如此在乎名声，如果侯爷心中坦荡，确定本案与侯府无关，不如让我们进去搜查，到时候有任何闲言碎语，我们神捕营也可以为侯爷佐证清白。放肆！我们景山侯府是你们想搜就能搜的吗？别说你们神捕营，如果没有陛下谕令，就是刑部和大理寺也不得胡来。钟雪曼，退下。侯爷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说个清楚。如果只是因为花满天，我们自然不敢擅闯侯府。可此事涉及深远，可能和3年前的夜煞案有关。
夜杀案对陛下来说非同小可，如果因为侯爷刻意阻拦、放跑凶犯，莫说侯爷不是奇人，就算是皇亲国戚，恐怕也难挡陛下的雷霆一怒，望侯爷三思。何事慌张？不知沈捕营能不能帮得上侯爷的忙啊？是不是阿家又出了什么事？公子失踪了，院子里有血。什么？一铁，立刻带人去后院调查。是，快！谁最后见到公子的？是小人，小人昨晚最后见到公子。当时公子正和几个侍女在良田寻欢作乐，不让我们进去。今早小人前来为公子用膳，结果一进门就看见满地血迹，公子也不见了。群废物！不是让你们看好他的吗？还不去找？是。侯爷，贼人应该是把公子打伤了之后接走的。现在沈捕营要封锁整个的景山侯府，看能不能找到公子失踪的线索。好，都听你们的，不管你们沈捕营用什么手段，望你们不惜一切救回我儿。侯爷放心，封锁景山侯府。是。仔细找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有什么发现，立刻来报。是。刚才已经询问过了，阿家公子喜欢在这里花天酒地，而且还喜欢跟这里的陪酒侍女玩捉迷藏的游戏。陪酒侍女人呢？都被迷晕了，并没有什么别的发现。根据血迹看，阿家应该是从这里被接走的。血量不多，因不致死。有发现？什么发现？我在这荆棘丛上发现了这块粗布片，我初步猜测应该就是凶手掠走阿家公子的时候，被这尖锐的荆棘刮到了裤脚。这上面有股铁锈的味道，还有一股咸的味道，所以我猜测凶手经常出入的地方应该存放了大量的盐和铁。可寻常百姓家里都有盐和铁啊。这荆棘这么低矮，粗布片应是从凶手裤脚上刮下的。谁家会把盐罐和铁器都扔到地上呢？更像是存放盐铁的仓库。大齐盐和铁都是官营，能够有一个仓库放如此大量的盐和铁，京城只可能有一个地方——京西盐铁厂。沈捕营集合，盐铁厂。让我们的人跟着去看看。是，快走，快！风总。伤寒毒发作了，寒毒是什么？我大哥中毒了。我问你话呢，我大哥是不是你害的？是我，是我下的毒，与风仵作无关。童不会，就算你怀疑他，你凭什么给他下毒啊？你算什么捕快？简直就是杀人犯！董叔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人找到了吗？你现在情况不好，让风仵作先带你回去。把现场的情况告诉我。根据现场判断，凶手应该和盐铁厂有关，方守作已经带人过去了。钟不悔，你带着童叔去盐铁厂，风仵作带我去现场看一下。大哥，你现在的情况……快去！小心，小心！凶手是从哪里把人带走的？当时几个侍女陪着阿家公子在这饮酒作乐，侍女当时被迷晕了，所以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其余的人都在院子外，根本听不见。朱捕快就是在那片荆棘上发现破布的。他推测，破布是从凶手的裤脚上撕扯下来的。破布上有盐和铁的味道，在京城里同时有盐和铁味道的只有盐铁厂。他怀疑凶手和盐铁厂有很大的关系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就是翻墙被人带走的。凤子，麻烦你把我背到墙壁跟前去。你去那儿。好，好。怎么样？没事，没有。去前面。我知道了。啊？知道什么了？啊？肖大哥，肖大哥！找着了吗？盐铁厂的仓库太多了，就跟迷宫一样。接着找，不可能找不到。是。走。这间没做过，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跟朱一铁在外面吗？你管我在哪儿啊？外面没找到，还不能来里面找了？你看什么呢？阿家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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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还有气儿吗？我刚才试了，还有鼻息。有鼻息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送景山侯府！公子，公子。能不能救？公子身上的粗线太过复杂，在下也看不明白。如果强行剪线，怕是会失血过多。在下也不敢尝试，只能暂时用药物止血。那这些线不剪，我儿岂不就等死了？侯爷，恕在下医术浅薄，别无他法。没用的东西，滚！还不快去再找几个大夫？是是。事到如今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查到些什么？萧北明和那个小福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萧北明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年轻女子犯下如此重的命案？我目前尚且不知，等查到凶手，一定水落石出。人都跑了，线索在哪儿呢？叔，出事了！叔，喊什么？啊，那个诸葛大人到了。诸葛首座，
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神捕营来了？夜煞萧北明现身了。啊？是吗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近期京城发生多起冯尸案，跟3年前风伯湖一案作案手法一模一样。不知道是方首座故意隐瞒，还是你们神捕营要故意隐瞒呢？夜煞一案本就归安真营负责，此案关系甚大，萧北明一日不落网，陛下就寝食难安。方首座如果知情不报，从中作梗，那咱们就只能到陛下面前去理论一番了。到时候，别怪我诸葛宗不讲情面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次！住手！住手！都给我退下！诸葛首座，我马上就下来和你细聊。你先回去吧。首座，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？回避一下。是。钟捕快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行完针之后，脉象已经稳定了，但寒毒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所以现在还是昏迷不醒。他会醒过来的。你不是说毒发之后他就没救了吗？你找到治他的方法了？还没有。毒发虽然不可避免，但也有过程。第一次毒发，寒毒会侵入他的血肉；第2次侵入内脏；第3次才会侵入他的骨髓经脉。3次之后，他便会没命。好在这是第1次毒发，还有时间。我一定会在3次毒发之前找到解药去救他的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方某绝无半句虚言，因为之前死的都是青楼女子，方某觉得萧北明不可能对青楼女子下手，所以就没把冯尸案和风波湖案联系到一起去，这不就没和诸葛首座通禀吗？首座，茶都凉了。为了一个女子，连犯多起命案，确实不像是萧北明的行事风格。可不嘛，所以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哼，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了解萧北明。怎么，诸葛贤侄另有高论啊？3年前，有人会想到萧北明就是夜煞吗？于我而言，萧北明做出任何事情都不奇怪。当务之急，不是要推断他的作案动机，而是要尽快把他抓捕归案。所以，诸葛贤只有找到萧北明的良策喽。去景山侯府。他在晕倒之前有没有说些什么？我带他去了阿家出事的凉亭，他把现场查看了一番之后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知道什么了？话音未落就晕过去了。你醒了，来。阿家是不是没死呀？是没死，
但也离死不远了。整个人被粗线缝穿，钢针落于胸前大血，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，也不敢强行拆线。那不是阿家，那是裁缝。裁缝最终的目标不是二家，而是景山侯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景山侯能出现在祭祀现场，说明他对阿家的作恶不仅是知情，更是放任。可景山侯身边有2大高手护身，裁缝无法近身。要想杀死景山侯，必然要动些脑筋，让景山侯完全无从戒备。我检查了阿家的院子，那盐铁厂的线索是裁缝故意留下的，为的就是要人将他送回景山侯府，杀掉景山侯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刚刚毒发，身体太过虚弱。你在这儿等着，要是裁缝出现，我定会亲手抓到你。我已经等了3年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这是眼下最好的时机，也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必须得去。钟不快，怎么又是你？景山侯有危险！站住！侯爷，肖大哥，没事吧？我去找病人了。走。怎么样？扛得住吗？我走。你跑不掉的，束手就擒吧。糟了，裁缝跳下去了，这下你更说不清了。人呢？什么人？萧北明啊！跳下去了。公子，公子小心！真的跳下去了？我们跟到崖边，他并未恋战，直接一跃而下。真是萧北明，面目是阿嘉的样子。这么高跳下去，就算是绝世高手，也必死无疑啊！李龙，去崖底。是。我们也去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
你怎么不走啊？我用得着你管？聪明如萧北明，怎么会把自己逼到悬崖边，自寻死路？这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。亲眼所见，不会有假。快来！哎，叔啊，又怎么了？叔叔，跟我走，萧北明跳崖了！快走啊，叔！师兄，抓住我的香瓜锤！萧大哥，抓住！钟不快，你小心些。这么快！不要！不要！方首座，你怎么了，仲觉门？钟捕快方才在追凶的时候受了点内伤，并无大碍。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还在找。可有发现？启禀首座，未在悬崖下发现任何尸体和血迹。这儿的河水这么湍急，如果真有人掉下去，肯定必死无疑，连尸体都找不到。按真人的人在对岸搜索，也是一无所获。接着找。大可人呢？也摔下来了，还没找到。萧大哥，萧大哥，放手！别管我！如果不是当初我给你拿错了宁雪寒，他就不会武功尽失，他就能抓住你的香瓜锤，不会掉下悬崖了，对吗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都怪我学艺不精，没能演示出解药。要是他不昏迷那么久，我们或许就能抓住裁缝，他也就不会追到悬崖，不会丢了性命。我真哎呦！事到如今，你还相信他是夜叉吗？
萧北明畏罪跳崖，诸葛首座，这个案子可以结了吧？活为奸人，死为奸尸，如何结案？诸葛首座，我这不是替您着想吗？叶杀案归案真营负责，现在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想来陛下也会有所耳闻。如若陛下询问起来，您得有个说辞，不是？如此结案，倘若萧北明未死，他日再犯案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你我是要掉脑袋的。诸葛首座，这是你们案真营的案子，我方某凭什么要掉脑袋呀？你，此案关系重大，想来陛下总有询问的一天，到时候我也只能以实情相告了。萧北明可是在你们神捕营的手底下跳崖的，案真营在现场，诸葛贤侄就是目击者。杨来生，给你打听个人。萧神捕，做笔生意。前几日是否有人找你做过一张人皮？那人的模样还记得吗？未见真容。声音呢？并未张口，拿钱办事，钱够便好。你我相识这么多年，你何时见我输过？诸葛孔明，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赢不了我吗？因为你太心急了。真的跳下去了。我们跟到崖边，他并未恋战，直接一跃而下。真是萧北明，面目是阿嘉的样子。萧北明，赌一局。这么直接？对付你这种人，还是直截了当点好。但若你输了呢？我既敢邀你入这赌局，我也敢接你的赌注，就怕你输不起。可否有人再跟我一战？赌什么？随便，只要能赢你，赌什么都行。有本事你别死，再跟我赌一次！萧大哥，萧大哥，
童双，童双，你也找了一夜。童双，童双，在河要是真死了，我绝对不饶你。若能赠你眼眸一方烈焰，它是不可说的缘。若有柔情思量千回的念，写作那一首无言。若能与你相望相惜流年，怎知何时如新鲜。若问这世间河山难越，相思悲伤一缕绝。愿许下一颗心朝暮相守，伴你每一次回眸。愿思念将心事藏至雨口，归入摇晃的轻舟。愿此生你同岁月皆无忧，与我心上化春秋。不负辗转过万千重楼，换得执手，白发不肯收，白发不肯收。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，你还活着。萧大哥，你回来了。萧大哥，你还活着。疼，你没死，太好了。你那么高的悬崖，你怎么会没事的？托裁缝的福。你说悬崖上有通道？不知是何人所见，但绝对有些年月了。而且我在山洞里还有别的发现。
什么发现？阿家的尸体和这张人皮面具。我从山洞往里走，竟然从山体的另一边出来了。那裁缝，他应该早就发现了那个山洞，所以故意跑到悬崖处跳崖，也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难怪悬崖下面没有你们的尸身。环环相扣，层层设计。裁缝现在把他要杀的人都杀完了，如今下落不明，所有的嫌疑还是在你的身上。我已经知道裁缝是谁了。如果小福是被胡氏酸杀的话，那他应该被抛尸荒野，更不可能给他修一座坟，坟前还放芙蓉花呢。那坟是裁缝修的，胡13失踪也是被裁缝所杀，将他封杀在坟前，是为了给小福谢罪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裁缝和小福能够从人贩子手中逃出，说明他并不蠢笨。但他逃出来之后，并不是第一时间去官府报案，而是回家。他们两人的关系绝非寻常。没错，他家里一定有一个人，比官府更值得信赖，更能保护他。而裁缝这几次的封杀案，很可能就是在给小福复仇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小福的家在荒郊野外的一座小院里，荒无人烟，没有邻居。我四处走访的时候，也没有人看到过小福，更别说裁缝。钟捕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朱捕快呢，为什么会在这个院子里？此案是我负责，我来案发现场看看还有什么疑窦之处。钟捕快，你不在神捕营待着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有个人想见你。啊？谁要见我呀？我要见你。萧北明，你竟然还记得我？我通缉了你3年，你的样子早就刻在我脑子里了。早在我被通缉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见过面。钟捕快，夜煞现身，你还不动手？钟雪曼，你竟与夜煞为伍！我是不是夜煞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萧北明可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你竟然一直把他藏在身边，这当真是情关难过啊！这贼喊捉贼的把戏你玩了3年，我也被你嫁祸了3年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不妨把话说清楚。好，那就说清楚。之所以怀疑你，首先因为你是个捕快。那天我们在练房验尸，突起大火，险些把钟捕快和风仵作烧死。这火明显是有人故意放的，为的是阻挠钟捕快查案。要想在神捕营放火，也只有神捕营的人能做到。依你所言，神捕营每个人都有嫌疑。先是4个歌姬和胡13，再到阿嘉和景山侯，最后跳崖逃生。整个计划太过复杂，必须要知道每一个环节的走向，最好能直接参与，这样才能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。可是参与冯氏案的捕快可不在少数。整个案件最难的一个环节，就是劫走阿嘉，再假扮阿嘉，最后杀掉景山侯。参与冯氏案的捕快，没有人能够做到同时假扮2个人。我最后一次见你是在盐铁场外，你借机巡查外围，然后消失了，直到神捕营搜查到悬崖，你才出现。骑兵所作，未在悬崖下发现任何尸体和血迹。盐铁场外，我突觉身体有恙，于是便回家休息了片刻。待身体好转，我又回营参与搜捕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你并未随队，如何知道神捕营追凶追到了悬崖呢？早在去盐铁场之前，你就已经被自己给出卖了。若是神捕营发现不了盐铁场的线索，你的计划便无法实施。所以你故意在阿嘉的院子里留下了布条的线索。我在这荆棘丛上发现了这块粗布片，
还有一股咸的味道，更像是存放盐铁的仓库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我检查了阿家的院子，从地面的血迹来看，那劫人的路线像是为了经过那片荆棘而走的，十分刻意。而那片布条也像是有人故意私下放在那里的。而指出这个布条的人，就是凶手。你既然说的这么清楚，我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。这也是你最高明的地方，因为夜莎一直都是我，只要你不露面，不被抓获，那冯氏案的凶手也只会是我。但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会回来，更没有想到，在你跳崖之后，我也会跳下，更是发现了你金蝉脱壳的山洞。这也足以解释为何你从盐铁厂消失以后，还能第一时间出现在搜救现场。因为你一直就在我们身边。我在山洞里发现了阿佳的尸体和这张人皮面具，还不承认？即便如此，又能如何？你既没有人证，又没有物证，单凭这张人皮，你定不了我的罪。证据就在你身上。你为了假扮阿佳，不惜用钢针缝穿了自己的身体，敢不敢把衣服脱了？果然是大齐的第一神母，名不虚传啊！为了杀景山皇，我身受重伤，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，跟你动手毫无胜算。跟我回神捕营，认罪伏法。我可以跟你们回去，但在回去之前，让我跟这个地方告个别吧。刚才执行公务撞倒了你的茶摊，对不住了，姑娘。你这些茶叶我都要了。我只拿这些。
喝完这壶茶，我便跟你们走，坐吧。南岳的清茶，好眼力。这是小福从南岳带来的。你是为了给小福报仇，才犯下这么多起命案的吗？如果不是因为小福，我不会再使用风沙术，你们也永远不会识破我。而你，萧北冥，也一直会是那个弑师作恶的夜叉。小福是你的妻子吗？小福是南岳人，他只知道我是个捕快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出门办案的时候。这都是那个阿佳他逼着我干的。等着！那4个贱货害死了我的妻子跟孩子，我一定要他们偿命，所以变回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。庆幸的是，3年过去了，我的身手并未生疏。你明明有1万种方法可以杀了他们。为什么选择缝杀？因为缝杀是最痛苦的死法，我一定让他们得到最残忍的惩罚。我自己的生死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是因为小福和我那未出生的孩子，让我对活着有了奢望。我知道你们2个一定有很多问题。3年前，你们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。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那种痛苦了。现在你们问吧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3年前的风波湖案，凶手是不是你？是。我父亲也是你杀的？是我亲手缝杀了钟云志。这么好的清茶，不喝完实在可惜。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夜煞的命令。你提前潜伏，待他们昏迷后再动手杀人。是，主上。当天我在甲板下潜伏了很久，直到船上没了动静，我才出来。我进到船上的时候，发现那5个人都中毒被迷晕了，完全不能动弹，所以我便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一封杀。那为何没有杀我？也是夜煞的意思，留你一命。还有一点你要切记，不是所有人都杀，留萧北冥活口。夜煞他是谁？如果我跟你说我没见过他，你信吗？他是如何给你下令的？又是如何跟你联系的？他有1万种办法找到我。他是个不世出的奇才，不过他每一次都遮掩面目。3年前的背向血泪案，虽然是我执行的，可是杀人的过程却是他一手设计。如此高明的作案手段，哼，绝非凡人可比。那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你总有分辨。从身形、声音、体态上判断，应该是个中年男子。
中年男子。不过他可能已经死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一日我在甲板下潜伏的时候，隐约听到船上似乎有他的声音。在座的各位虽然都有嫌疑，但夜煞只有一人。今日之所见，更是验证了苗某心中的推测。苗天官，你想说什么？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不过我无从分辨具体是哪一位。如果他真的在那艘船上的话，可能已经被我封杀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叶煞怎么会派人杀他自己？他这个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所以他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。那风波湖案后，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？当天叶煞给我2个命令，一是杀人，二是事成之后，你设法潜入神部营，查找沈弼的下落。放心，主上，只要找到他，定不留活口。后来我便设法潜入了神部营，却一直没有找到沈弼的下落。听说他是风波湖案后便致使离开了京城，想必应该是被暗针营的人保护了起来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他，也就再没收到过叶煞的命令。叶煞难道真的已经死了？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上路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。你可知夜煞2字的真正含义？你是说海牙？海牙？钟云赤，你还要伪装到何时？钟捕王办案向来讲究法理法度，绝不做逾矩之事。今日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引我等上船，设下生死之局。这是钟捕王一向遵循的破案之法吗？这分明是灭口。先将我等杀死，再将夜煞之罪名随意安在船内任意之人的身上，其余之人可以说成与夜煞搏斗时不幸丧命，从而顺利脱身。小申伯，为何你师父执意不让你上船？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他计划之内。我说的对吗？钟捕王，钟云赤，还是应该叫你夜煞。休要胡言！我师父请诸位大人上船，只为查验夜煞真身，从未想过要栽赃陷害，更不会加害于人。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看来这3年你还是查到了一些东西。我就是海牙人，海牙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海牙的孤儿。海牙在哪儿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不相信。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稍安勿躁，听完便知。很久之前，在我大齐边境，有一边陲小城，名为海牙。海牙城地处偏僻，人烟稀少，只有不足10000人，但他们也算活得平安自在。突然有一天，海牙城出了一桩怪事，有一群异怪妖魔闯进了海牙城。这群异怪妖魔极其凶狠残暴，且不惧刀枪水火，一夜之间竟将数万百姓屠戮殆尽。从此海牙城便消失在了大齐版图之中，成为了民间传说。你在这东扯西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夜煞2字的真正含义，是当年屠进海牙城那群异怪妖魔的称呼。一个边陲小城，一夜之间屠戮殆尽。有时候人做起恶来，比鬼更可怕。你是说有人屠了海牙？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鬼，
一切皆是人为。不光屠城，他们还恶意嫁祸，说夜煞是途经海牙的厉鬼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每一个海牙的幸存者都是夜煞，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，还有一口气，夜煞便会无休无止的出现，包括你，萧北冥。钟捕啊，想必萧神捕根本不知道你其实本就知晓夜煞二字的真正含义。你不告诉他，难道是担心你当年做的事情被他知道？夜煞，还不认罪，还想让我继续说下去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以为抓到了我就能洗脱你的冤屈吗？作为小福的丈夫，我的心愿已了，但作为一个海牙人，我还能做最后一件事儿。海牙在哪儿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只要我死，你就还是夜煞，这条路你就得一直走下去，越往前走越黑暗，直到坠入万丈深渊，和途经海牙的厉鬼一样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朱一天，朱一天，不是，你们怎么能把朱捕快和小福合葬呢？那朱捕快是裁缝师凶手，你们应该把他的尸体带回神捕营，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清白。朱一铁已死，死无对证，凭我们几人空口白牙，有谁会相信？那朱一铁身上的伤不就能证明吗？他的伤，大家只会认为是我去封杀的。可是你身上的冤屈还是没法洗清啊。最起码，你们相信我了，对吗？相信，早就相信了。